市总是动荡不安，许多股一买就跌，那究竟要如何才能抓到暴涨股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，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今天小编我想和大家分享，我是如何在马股寻找有潜力暴涨的公司。有一直在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们都会知道，小编我介绍过不少上涨的公司，因此小编精心挑选了4家值得回顾的公司，并解释小编是如何寻找到的。那在开始之前，小编想说，我每一支影片都投入了很多心思和时间，对这些公司做研究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或觉得有用的话，欢迎点赞并订阅频道哦，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影片的动力。首先，第一家公司是小编我在今年8月分享的一家经营多个餐饮品牌的上市公司 Berjaya Food。影片发布时，股价只有65仙，而在不到2个月内的时间，股价一度上涨至77.5仙，涨幅高达19%。那在今年2月 ，Berjaya Food 的股价一度是从最高点暴跌了超过58%。那其中原因，相信是由于 Berjaya Food 的股价在之前暴涨了不少，因此股东们趁股价在高位时进行正常的套利，之后再加上 Berjaya Food 的盈利暴跌，导致投资者对 Berjaya Food 的前景感到担忧，而抛售手中的股票，因此股价也随之一泻千里。那在这一种剧烈的下跌趋势，很多人可能会犹豫不决，但是小编我却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了 Berjaya Food 的一些关键点。因此而趁低买入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来看，虽然 Berjaya Food 的盈利确实下跌了不少，但收入依然稳健，可见他们的业务其实没有受到影响。而他们的盈利下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原材料成本上涨。但好消息是，管理层表示 Berjaya Food 所需的原材料价格已经开始缓和下跌，因此相信 Berjaya Food 最糟糕的时刻是已经过去了。另外，他们的 Starbucks 在这一个期间也积极做出各种营销活动，包括和 Blackpink 强联手，推出了限量版的周边产品，而且他们还计划明年开设大约40家的 Starbucks 门店，并且打算将旗下的 Paris Baguette 拓展至菲律宾，因此相信 Berjaya Food 未来的业绩能够进一步增长。那以上就是小编我当时认为 Berjaya Food 有潜力上涨的原因。那还没有看过之前影片的朋友们，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影片再深入的了解哦。第二家公司就是小编我在今年7月份时分享一家基本面和发展前景都非常诱人的公司 Cloudpoint。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企业和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。那小编我在我们的看透股市俱乐部发布 Cloudpoint 的基本面报告时，当时的股价也只是51仙，之后在仅3个月内一度飙升到了69仙，涨幅高达35%。那小编我到底是如何买在股价的低位呢？难道只是侥幸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是因为小编我通过研究发现了 Cloudpoint 具备几个值得投资的特点，从而能够在低位时把握入场的机会。那首先是他们在数码服务界有着良好的声誉，凭着这一个优势为他们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合作伙伴，例如 Microsoft Azure、Alibaba Cloud、ServiceNow 等等。这些合作为他们带来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项目经验，使得他们能够不断的优化服务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。其次，由于 Cloudpoint 和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，这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。仅在2023财年，他们就已经获得了高达60个 million 的订单。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个数额，因为这占了2022财年总收入91个 million 的66%，而且这还没包括 Cloudpoint 在未来可能获得的新订单。如此庞大的订单量，也为他们的未来收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另外 ，Cloudpoint 是一家净现金公司，不仅拥有多达57个 million 的现金，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贷款，这意味着他们的财务状况是很稳健的。此外 ，Cloudpoint 对业务扩张也充满了积极的态度。最近，他们宣布和中国蚂蚁数码科技旗下的蚂蚁链 N-Chain Technology 合作，为大马市场提供超级应用程序 Super App 平台。这个平台主要能够让银行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方便，只需通过手机就能向银行借贷、申请信用卡或购买保险等等。那相信这一次的合作将为大马金融科技带来了新的契机，同时也为 Cloudpoint 打开了新的增长潜力。那通过以上的分析，我们不难看出 Cloudpoint 是一家基本面不错的公司，而且当时他们的技术图表也标示着股价有机会突破并上涨，因此这也促使小编我在股价低位时果断入场。
那之后来到第3家公司，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房地产发展商 IWCD。那小编早在8月22日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分享了 IWCD， 当时的价位只有48.5仙，而在短短的2个星期内，股价一直飙升，甚至达到了85仙，涨幅高达75%。如此惊人的涨幅，有没有吸引到你呢？那如果你不想再错过像是 IWCD 这样的暴涨股，欢迎加入我们扭转乾坤的私人群组。在这里，小编我会分享我们独家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报告，让你在第一时间抓到有潜力暴涨的股票，从而把握住赚钱的机会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 Pin Comment 的链接联系我们哦。那回到来，由于最近建筑业和房产业的指数狂升，而且市场不断传出 HSR 即将重启的消息，因此小编我便在众多 HSR 概念股之中筛选出我认为最有暴涨潜力的公司。那之所以会选择 IWCD， 主要是因为他们与 HSR 项目相关的 Bandar Malaysia 有关联。因为一旦 HSR 重启，相信 Bandar Malaysia 的项目也将随之启动。毕竟 Bandar Malaysia 是 HSR 的总站，也有望成为吉隆坡最重要的交通旋钮。而想当年，IWCD 是被视为最有机会负责该项目的公司，因此当 HSR 相关新闻传出时，小编我自然就会联想到 IWCD。IWCD 目前在柔佛州拥有大约1000 acres 的地皮，其中大部分是位于 RTS Link 的附近。这些土地不仅因为靠近轻轨站而具有地理优势，而且随着 HSR 项目的重启，相信也会刺激柔佛州的经济发展，并间接带动 IWCD 旗下的地皮和房地产价值。毕竟 HSR 有接近一半的路程是位于柔佛州，因此这些积极的因素正是推动 IWCD 股价上涨的原因。最后一家公司就是 M&A。 那小编我在6月份时就已经分享了 M&A 的基本面报告，当时的股价也只有22仙，之后 M&A 的股价就一路暴涨至35仙，仅仅3个月左右，涨幅高达59%。那小编我在挑选这一支股时的方式与之前的3家公司策略有所不同，除了考虑他们的业绩或前景发展，小编我也从其他地方看到了暴涨的机会。那能挑到 M&A 这一支暴涨股，其实主要是抓住了 Right Issue 的机会。相信这里就会有很多人好奇了， Right Issue 通常都是利空的信号，怎么这次反而是促使 M&A 股价上涨的因素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需要符合的2个条件了。首先是 M&A 的附加股认购率要高，而 M&A 不仅符合了这个标准，甚至还实现了超额认购。第二则是 M&A 的股价要低于或接近附加股的认购价格，以营造一种附加股不值得认购的感觉。怎么说呢？大家试想一想，如果你能在公开市场买到更便宜的票，那为什么还要认购更贵的附加股呢？因为看上去就不值得，对吧？举个实际例子，当时 M&A 的附加股是每股22仙，而在附加股认购截止日期前，他们的股价一直徘徊在22仙左右，甚至更低。那在这一种没有额外折价的情况下，股民们就会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认购附加股。然而这却给了背后的有心人士有机会认购更多 M&A 的附加股，从而增加了他们的股权。那至于他们拿了这些票后会有什么动作呢？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因此在完成了这2个条件，再加上有足够的票后， M&A 的股价也就一飞冲天了。不过真正推动股价上涨的原因也不全然只是 Right Issue 的关系。那至于还有什么因素呢？大家可以观看这一支影片，里面有解释关于 M&A 的前因后果和推动股价暴涨的原因。但如果想要更快速的了解，那小编建议大家加入我们的看透股市俱乐部，里面不仅有更详细的报告，而且有疑问的也可以提出来，小编我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疑惑。除了分享如何寻找暴涨股，小编也要介绍我们使用的交易平台。这个交易平台的特点是超低水钱和超高的利息回酬，这让小编我每次投资都赢在起跑线。这里的水钱只需要 0.05%，而且每年 2.68% 的高利息回酬。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，赶快点击 Pin Comment 的链接开户口吧。那通过这一期影片，相信大家不仅对这4家公司有了全新的认知，还能更了解小编我在寻找暴涨股时背后的投资思路和策略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小编我今天的分享只是以个股基本面的策略来挑选股票，但往往要找到暴涨股，绝不能单靠基本面而已，还需要更广泛的分析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今天介绍的股票都已经涨了不少，因此在没有成本的优势下，奉劝大家还是先做好功课，才决定是否入场。
那荧幕前的你们平时都是如何选股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投资心得，让大家一起讨论并互相学习。下期再见。